凌波维在初号机的控制实验中遭遇意外，可他却并未消失，他的意识与灵魂融入了初号机的核心，成为了初号机的控制系统。而真嗣始终牵挂的凌波丽，不过是用真嗣母亲为遗留的数据克隆出的复制品而已。从凌波诞生的那一刻起，他的每一步都是定元堂安排好的计划。定元堂为了复活维，付出了一切。此时地下深处的秘密空间里，定元堂凝视着眼前巨大的躯体，契约计划即将来临，他距离与妻子凌波维的重逢只差最后一步。得知真相的真嗣疯了一样找到凌波丽，面对这个熟悉却又陌生的克隆体，他的情绪瞬间崩塌。曾经的他为了拯救凌波丽，不惜亲手毁掉了整个世界，可到最后才发现，自己拼尽全力想要守护的他，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存在。巨大的绝望瞬间淹没了真嗣，他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，疯狂砸东西，宣泄着崩溃的情绪。直到EVA13号机从容器中浴血诞生，约定的时刻终究还是来了。主勋找到了真嗣，邀请他共同驾驶13号机，可真嗣已经受够了，他认为驾驶EVA只会带来不幸。真嗣的声音里满是疲惫，但主勋只是轻轻取下真嗣的自爆项圈，然后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。真嗣彻底愣住了。发动人类补完计划的关键是中央教条区的2把长枪，只要他们驾驶13号机拿到他们，不仅能阻止第4次冲击，还能修复好这个破碎的世界。为了弥补过错，真嗣终于鼓起勇气，再次走向了EVA13号机是特殊的双重插入栓系统，必须有2名驾驶员达成绝对的默契，才能彻底启动。随着机械运转的轰鸣，13号机沿着通道缓缓下降，凌波丽驾驶着9号机紧随其后，他手持切斩镰刀，负责全程守护，与13号机共同前往中央教条区。很快，2架EVA便抵达了莉莉丝的结界，这层屏障14年来无人能破，但拥有双核心的13号机，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突破这层结界。真嗣与主勋闭上双眼，心意瞬间联动，意念合二为一，前所未有的能量从13号机体内爆发，莉莉丝的封印如同玻璃般碎裂。下一秒，2架EVA成功进入了中央教条区，这里是第3次冲击的爆炸中心，无数白骨堆积成山，簇拥着莉莉丝臃肿残破的躯体，她的头颅早已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6号机的残躯。朗基鲁斯之枪与卡西乌斯之枪正深深插在莉莉丝的躯体上。13号机降落在白骨铺就的地面，真嗣迫不及待地想要拔出长枪修复世界，可主勋却突然脸色一变，因为2把长枪的形状竟然一模一样。话音未落，剧烈的爆炸声突然响起，13号机被冲击波狠狠击倒，烟尘散去，2号机的身影从天而降，突袭来的猝不及防，